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整个 Key West 的最南端，也是整个美国大陆的最南端。你看里面的龙虾多么满！亲近自然，简单生活。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露露和 Michael。我们背包徒步了300多公里，在帐篷里度过了超过100个夜晚。我们也自驾3万多公里，探索了上百个城市，记录了一点惊喜与感动。这一次，我们来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在完成了5天连刷7个主题公园的行程后，我们准备开车自驾佛罗里达南部，到达整个美国最南端。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吧。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呢是要开2个多小时，其实离开迈阿密再往南去 Key West 的方向，基本上要在海上面开200多公里才能到。在海上面开200多公里啊，就是在海面上的一个小桥，200多公里。如果从地图上看，位于佛罗里达南部的迈阿密已经是美国版图的最南端。可是如果你把地图放大仔细看，就会发现一条长长的延伸到大海里的公路。这条公路连接着一组小岛，它的终点叫做 Key West， 那里才是真正大陆的尽头。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今天这个佛罗里达下了雨，都赶上厚厚了。停！雨也超大了，像拿瓢泼一样。这能见度几乎为0啊！现在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佛罗里达南部这片群岛的当中的一个小岛，叫 Marathon。这个小岛呢，离我们明天早上的目的地 Key West 大概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在这里驻扎下来，明天一早直奔 Key West。这个岛是整个这个佛罗里达南部的这个群岛的就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岛了。所以这上面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商店 plaza。哎呀，酒店到啦！我们现在来到了 Marathon 这个小岛上面的这个度假酒店。从迈阿密出来，开车到 Key West， 单程要差不多4个小时。我看有些攻略说可以当天往返，不过我们觉得那样时间太紧张了。而且我们发现，在去往 Key West 一路的小岛上，也有很多住宿和美食，停下来探索一下，应该也是很不错的。我们订的这家酒店叫 Faro Blanco， 是一个当地的4星酒店。整体看来，里面的环境还挺新的。到啦！我们现在进到我们自己的酒店房间了。这个酒店感觉大厅比较现代，应该是重新装修过。房间呢，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年代感的，估计这个年限也最起码有5到10年了。不过干净舒适就好啊，干净舒适也好。这个酒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除了整个栋这个酒店房间大楼之外呢，它的后面呢有自己的 deck， 就是可以停靠游艇的码头。另外呢，还有一个灯塔和花园。我们准备明天早晨去看一看。哎，就这儿了，就是他们家。对，你看这停了多少车？你看这么晚上这么多车，就知道这家人气很棒。我们今天晚餐呢，选择在 Marathon 这边最有人气的一家餐厅，叫做 Florida Steak and Lobster House。这家餐厅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以这个牛排和龙虾而著名。我和 Michael 分别点了他们家的龙虾和牛排，就看他们家的这个最拿手的菜，到底怎么样。我这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牛排，旁边还有一个大龙虾，然后露露的这个呢只有一个龙虾。哎，你会吃？作为一个资深海鲜爱好者，来佛罗里达怎么能不吃海鲜呢？我其实对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龙虾觊觎很久了。哇！看这巨大的龙虾。
是甜的，太新鲜了。这应该是现杀的龙虾。哎，我不得不说，这个佛罗里达的龙虾非常的肥厚，非常的肥美，就是肉质啊特别的有弹牙，一点都不死，而且呢特别的厚实。我点的是 surf and turf， 就是牛排加上这个海鲜，这个海鲜是龙虾。我觉得我这个牛排好大呀，它是一个 ribeye bone in 的 ribeye， 就是带骨的那个肉眼牛排。哇塞！哇，我点的是 medium 的，刚刚好。好吃啊！哇！他们家做牛排可以的。我本来对这个小岛的一个餐厅的期待不高，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家海鲜还不错，没想到牛排做的也是一级棒。我的龙虾已经被我干完了，实在是觉得还不过瘾。我把 Michael 的龙虾也抢过来了，准备直接大快朵颐。露露说想要拍一个大快朵颐，我没有想到是拿着我的龙虾大快朵颐。你给我涮一口啊！幸福的全是泡泡。今天早上天气超级好，我们来这个宾馆旁边转一转。这个宾馆旁边有一个码头，还有一个灯塔。这酒店这边还有一个地上国际象棋。灯塔就在前方。Golden things. Mountain laurel high fives for miles in spring. Rainbow trout and hummingbird wing. Golden, I follow only golden.我们现在离开酒店，再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Key West 这个路上呢，现在到达一个很特色、很著名的一个桥，叫做 7 Mile Bridge 7英里桥。这个桥呢，也是在美国最长的一个桥之一。它呢，顾名思义有7英里长，就是差不多呢有12公里长。这个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现在有2个桥。其实之前大家所谓的这个7英里桥是我左手边的这条桥，以前这个桥呢，它不是供行人走路、骑自行车的，它是一个铁路桥。但是后来呢，这个铁路桥呢被弃用了，就改成了人行桥。大家猜猜以前的这个铁路桥是谁建的？这个铁路桥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 Palm Beach 那个100多年前那个豪宅的所有人 Henry Flagler 先生。他当时发展这个佛罗里达的铁路贸易，就在这里建了这个铁路桥。Welcome to Key West， 欢迎来到 Key West， 这是 USA Paradise， 美国的天堂，看到没？我们现在到了 Key West 了，哇，这个 Key West 还是有点大的，这个是美国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上面住了不少人。这面就非常有海岛风情了，很多人就开着高尔夫车，然后骑着摩托。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整个 Key West 的最南端，也是整个美国大陆的最南端，就是我后面的这个标记的所在的地方。这个位置到南部的另外一个国家古巴，只有90英里的距离了。隔海相望，90英里之南就是古巴。我们现在也算是来过了美国的最南端，我们在这边拍了照片。这个小岛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景点，我们再继续去转一转。这边感觉这些小花都很漂亮，都是我喜欢的美式的 style。Key West 真的是人多呀，天！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 Key West 的这个故居，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房子。海明威大家肯定很熟悉了，他著名的作品，比如《老人与海》，这是算是耳熟能详。海明威在他个人介绍里也说，他呢很喜欢钓鱼，所以我想他肯定也很喜欢 Key West 这种海岛的生活环境。同时呢，当年海明威呢还很喜欢猫咪。之前呢，他出海的时候，有一个船长送给他一只6指猫，叫雪球，他非常的喜欢。据说现在这个故居里还有这个6指猫雪球的后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故居里面还有好多只这个6指猫咪，就是它的爪子是很奇特的，这个6个脚趾的，就是海明威当年的这个爱宠雪球的后代。Stretch.它这个前院啊，也变成了 Key West 最受欢迎的这个婚礼场地。你看，看那个 lighthouse 那个，还有那还有只肥猫呢，看到了？它是当时在 Key West 100英里以内唯一的一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当年耗资达2万美金，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海明威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泳池是他整个故居里一颗璀璨的明珠，因为当年有游泳池那是非常奢侈、非常稀有的事情。我们现在从海明威故居出来，这个旁边呢有一条街叫 Duval Street， 应该是 Key West 最热闹的一个商业街。我们还在这个街上面，这家非常有名的这个龙虾三明治店打包了龙虾三明治，很有口，前面全是独角兽。Okay， 每一个是20多美金，这2个差不多是50块钱。你看里面的龙虾多么满满的龙虾。让我吃一口。哇，这个面包就感觉非常香哎。哇，这龙虾香。我觉得佛罗里达龙虾并不比那个波士顿的差。但平时大家说波士顿龙虾，我觉得佛罗里达的龙虾也是肉非常 Q 弹，非常新鲜。又冒泡泡了。冒泡泡。哇，怎么样啊？就是
佛罗里达龙虾品质一级，肉非常的饱满，也嚼起来特别就是 Q 弹，关键是新鲜。这个龙虾三明治吃起来这些虾肉都是甜甜的，真的是太棒了。打卡了美国大陆的最南端 Key West， 我们这次的佛罗里达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好吃吗？超好吃，你知道吗？这种龙虾肉吃到嘴里的感觉就是满嘴一只龙虾，嘴里面有一只龙虾的感觉，太爽了。好。Put me together, take me back where I belong. I want it all. I had a feeling, but the feeling is all gone.